今天我们就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vivo 刚发布的 X80 和 X80 Pro。本期我们是集中了3台机器，2台 Pro 还有一个 X80 啊。这个上一代呢，X70 Pro 加在游戏方面的调度呢是非常保守的，但是这一代呢感觉是有改变了啊。早期我们也在各个平台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X80 的前期测试结果。不过今天小白测评马上开始。包装方面跟上一代几乎一样，开箱环节就给大家省略了。全系这次是升级到了80瓦的充电，我们后面会详细展开。ID 设计方面啊，其实2代的机型放在一起的话也是挺相似的，一看就是一个系列的型号啊，也是顶部大视窗的这种元素。X80 和 Pro 的配置方面呢，我们还是一张图给大家打出来，你可以暂停查看一下它们的区别。这次其实相对来说差别比较小啊，主要就是有没有潜望镜头。2台机器上手上几乎也是一模一样的，但是 X80 明显确实更轻薄一些。速配版本呢是要比 A/G 玻璃的稍微轻一点的，这次它还有一个叫假日的新的配色，非常青春靓丽啊，感觉非常活泼。镜头 ID 上呢，大家依然可以把天圆地方这几个字打在公屏上，我就说啊，最近我们会经常见到吧。相对于上一代呢，其实没有上一代那么规整啊，但是这一代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次影像又来了一个全面升级。金属中框顶部呢也有这种亚克力的装饰条，显得这机器更加精致一些。这一代上呢，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这个 A/G 玻璃的版本，因为这次它的玻璃的质感呢做的相对来说粗糙一些啊。不过上面这块镜头模组的玻璃面积比较大，相对来说更沾染指纹一些。ID 质感上不需要担心，毕竟是顶级大旗舰，做的非常的精细啊。比如说它采用的是双曲面的屏幕嘛，跟中框过渡的这个地方做的是非常好的啊。这个划过边缘的时候是很顺滑的，屏幕也是直接给你拉满了 2K 加上120赫兹的 LTPO 自适应，然后体验一段时间是挑不出来任何毛病的啊。主镜呢是进一步升级啊，加入了 GNV 这颗定制的主镜，反正这一套镜头模组没有一个打酱油的。时隔1年啊，这次升级到了 V1 Plus， 还提出了微光手机夜视仪的口号啊。不废话，咱们先来看一下夜景，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哪张是 X80 Pro 拍的啊？3、2、1啊，揭晓答案，第2张啊，它的夜景样张确实要更加亮丽一些啊，在暗处的细节保留和噪点控制上都要更好。比如注意看门上墙体斑驳的痕迹，到了明暗对比更大的场景下 ，X80 Pro 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一些了啊。比如这组样张，远处的树叶和墙体，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三星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三星败在了一点上啊，就是这天晚上啊其实是有星星的。三星夜景模式的多帧合成把星星给处理掉了。iPhone 虽然保留了星星，但是在色彩的处理上明显是翻车了，而其他样张更符合肉眼看到的样子。而到了有灯牌的地方啊 ，vivo 的色彩表现要更加准确一些。桂花米高仿的灯牌啊，三星有些偏灰 ，iPhone 有些饱和 ，vivo 更加符合看到的样子。这个在去年 X70 Pro 加我们也提到过啊，这就是 vivo 蔡司自然色彩，在开启的情况下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色彩表现。而今年的 X80 Pro 上 ，vivo 把蔡司自然色彩升级到了 2.0， 我们这段时间的体验色彩表现上确实会更加精准一些，尤其是在大范围灰色调的场景下，这差距会更加明显。但是啊，灵性的但是啊，目前 X80 Pro 在某些情况下呢，会出现一点偏色的问题啊。考虑到我们手里的系统还是早期版本啊，希望正式发售的时候能够表现得更好一些，更稳定一点。这套顶级模组让我们点赞的其实不是自然色彩啊，而是 AI 感知引擎。拍照的时候会智能调整曝光和白平衡啊，点击左下角的 AI 即可开启。为什么说值得点赞啊？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这2组样张，哪个是蔡司自然色彩，哪个是 AI 拍摄的啊？是不是几乎看不太出来啊？没错，这次 AI 下的色彩表现可以和蔡司自然色彩平分秋色了啊。在某些场景下 AI 的表现甚至我们感觉还要更加精准一些啊。不过在大多数场景下 AI 追求的并不只是准啊，比如这组样张 AI 模式下就提升了饱和度，让你更加适合发朋友圈。而拍摄实物的时候 AI 模式下会更加好看一些。如果你不是追求非常精准的色彩，其实我们更加推荐你开启 AI 模式，毕竟照片好看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好看不仅仅是照片本身啊，我们多数时间都是在手机上查看照片
片了，很少把照片导到电脑上啊。手机屏幕就决定了我们看这张照片美观的上限在哪里。所以 vivo 这次还带来了一个 XDR Photo 模式，如果拍摄的时候开启了 HDR， 那么系统就会记录下亮度信息，然后在你预览照片的时候增加高光范围的亮度啊。比如说同一个样张啊，你在 X70 Pro 加上查看，它是这样的，但是你在 X80 Pro 上查看啊，它就是这样的，明显要更加亮一些。虽然没有 iPhone 的智能 HDR 来的那么生猛啊，但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尤其是在安卓机上啊，终于开始在体验方面啊疯狂追赶 iPhone 了啊。不过我们也顺便提个建议啊，就是在拍摄角暗场景的时候 ，X80 Pro 的取景框表现确实很好，但是仅在夜景模式下，在普通模式下，即便激发了夜景模式，取景框还是比较黑的。非常建议和夜景模式一样啊，让取景框更加亮丽一些，更加方便用户的拍照。功能方面 ，vivo 这次有一个超级合影模式，对所有人的面部进行优化啊。我们也喊了一下工作室的小伙伴，实际测试了一下啊，这效果大家看一下啊，确实还不错。虽然还是有一定的畸变，但是防畸变加上美颜算法也不错啊，还给你磨了皮，确实要比直出要好看一些，还行。这次 vivo 新增了一个蔡司 Cinematic 风格虚化滤镜，为了测试它，我们可是花了重金啊，花了3杯奶茶，请了一个小姐姐来为我们做模特，为了小姐姐是值得点赞的。相比之前的4款蔡司滤镜，新增的这个滤镜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啊，因为这款滤镜使用了和电影一样的2.39:1的画幅，看起来更有电影感。用户还可以开启电影耀斑，让照片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电影截图啊。迈克尔贝导演的变形金刚就很喜欢用这个效果。在我们的体验下，我们更加推荐晚上拍小姐姐的时候使用啊，包括其他几款蔡司滤镜，因为这些滤镜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同的郊外虚化光斑效果，晚上有灯光的情况下效果最好啊，白天感觉就比较普通。但是即便在不开启滤镜的情况下 ，X80 Pro 的这颗2倍的等效50焦段的人像镜头也表现要更好看一些，肤色更加自然，在逆光的场景下 ，vivo 这边的表现主观上也觉得更好一些啊。重点说明一下啊，这个好看啊是这位模特小姐姐自己说的，觉得这一个更好看，然后其次是这个，然后再是苹果的，然后再是三星的，主要是苹果的，它这个太把人照太还原了，然后照太真实了。这次 vivo 还新增了一个追焦摇镜的效果啊，利用微云台的稳定，好，假装跑一下胡老板。可以拍摄一张人物清晰，但是背景运动虚化的效果。相比于人像模式直拍，摇摄的人物确实更加清晰，但我们前期体验有一定的几率会失焦啊，你得连着多拍几张，中间有一张一定是能用的。既然来都来了，我们也专门拍摄了一段小姐姐的视频来测试一下它的视频效果。毕竟短视频当道时代啊，大多数人还都是用手机来进行拍摄。那么对比我们之前最强视频拍摄手机 iPhone 13 Pro Max 啊，不得不说 iPhone 确实还更强一些。在色彩表现、白平衡方面处理到更好啊，比如这一段电梯的场景露出天空的时候 ，X80 Pro 的画面就出现了一些偏冷的问题。iPhone 这边大家可以把稳如老狗4个字打在公屏上。防抖方面啊，差距就真没那么大了啊，这俩机器感觉差不太多。在奔跑的时候 ，X80 Pro 的防抖感觉要更弱一些啊，没能很好的发挥出防抖的实力啊。这个问题在之前 X70 Pro 加的时候也有啊，希望 vivo 可以尽快优化一下。但是啊，又是灵性的但是，主观觉得 X80 Pro 的小姐姐拍出来感觉要更好看一些，肤色更加亮丽，也更有层次感。所以啊，我们这几杯奶茶是绝对不能白花的啊！又趁机啊拍摄了一下蔡司 Cinematic 风格的录像效果啊，没错，这个滤镜它还支持录像啊，强烈建议你买到可以试一下。电影画幅配合虚化，看起来真的更有感觉一些。可惜的是，这颗镜头它只支持 1080p 24帧，同时我们前期体验的版本也存在一些抠像失败的问题。总体而言啊，这个滤镜拍照片确实很不错，但是拍视频的话还有明显的提升空间。最后我们也顺带拍了一下地平线防抖，这效果也还很不错，就只是转过来之后啊，有点不好拍到人物。往前走。不行。我们这次也试了一下微影片功能。
影像总结 vivo X80 Pro 在拍照方面确实还存在一些不稳定的问题啊，当然也可能是我们前期体验的版本啊，但总体表现还是非常抢眼的，依旧在去年足够强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啊，改进的 JNV 主镜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的。XDR Photo 这样功能的出现，也让安卓阵营在影像体验方面和 iPhone 又靠近了一步。主观觉得 X80 Pro 是我们目前体验的最强拍照手机啊，加个之一，因为毕竟每个人喜欢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拍照方面确实挑不出什么太大的毛病啊，因为毛病主要还在录像环节，在防抖、色彩上和 iPhone 相比依旧有差距。一些非常好玩的功能加入也受限在了规格上，比如 Cinematic 录像啊，最高就是到 1080p 24帧，不过帧率不够，风格来凑，也可以尝试一下用它来拍摄个微电影试一试。性能配置方面，我们手里这3台呢都是骁龙8的版本，上一代的 X70 Pro 加呢在性能释放上是非常保守的啊，就是非常明显的是偏向于影像的这么一个旗舰，这一次能不能有一些变化，我们一起来看实测。性能方面 ，X80 Pro 娱乐透102万啊，比1加10 Pro 的101万稍高一点。3D Mark GPU 方面跑分是10080，比 Find X5 Pro 的10135稍低。考验 CPU 的 Geekbench 单核跑分1202，多核3627。虽然单核稍弱，但是多核表现还不错。存储速度方面，总体表现比之前的 vivo X Note 要好一些啊，尤其是在随机读写方面啊。理论总结一下，属于骁龙8的正常水平，和其他旗舰机型没有拉开什么太大差距。从纸面看的定位还是影像旗舰啊，考虑到骁龙8的发热，控制一定的性能释放是可以理解的。OK， 直接落地实测，王者120的平均帧率119.7帧，波动仅为0.6，表现可以说相当不错。中负载吃鸡90帧，平均帧率89.7帧，平均波动也仅为0.4啊，这个表现算是很好的了。重负载高画质原神，平均帧率55.8帧，虽然在12分钟之后锁在了55帧左右，但是帧率还是比较稳定的。46.4的最高温度也不算太高啊，这个明显是把游戏放开了一些啊。原神画质方面 ，X80 Pro 像素点有141万，这个要比主流的138万还要稍高那么一点点啊，也是属于骁龙8的正常表现。最后是大魔王光明山脉 ，X80 Pro 的平均帧率在40帧左右，和 vivo 前面的 X Note 总体调教风格类似啊，很快就锁定在了40帧附近，但是帧率相对稳定啊，43.8的最高温度也不算热。充电方面，4700毫安时的电池，前台充满和完全充满时间是一样的啊，就是没有卷流充电啊，38分钟。如果一定按照完全充满时间的话啊，比 Find X5 Pro 的39分钟要快一点。小白测评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啊 ，X80 Pro 成功杀入100秒大关啊，用时97秒，整个测试过程还是挺丝滑流畅的啊，没有什么明显的卡顿感，而且零杀后台的表现也不错。蓝厂近年在后台优化流畅度方面，感觉还是用力挺猛的。续航方面，小白测评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胜于56%啊，比同样搭载2K 加上120赫兹屏幕的 iQOO 9 Pro 少了1%啊。在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中，2款手机都胜于了9%啊，都是4700毫安时的电池。不过这9%的电量却在5小时后面的视频播放中啊，比 iQOO 9 Pro 啊多了16分钟啊。X80 Pro 连续测试到关机的总用时，坚持了5小时48分钟。这个非常顶的屏幕配置，加上4700的电池啊，这个续航表现在数据库中是中上等的，还算不错。FC、XR 的震动马达，这些肯定全部都给你拉齐了。扬声器方面呢，它是听筒式的双扬器，然后顶部的这个缝隙呢是非常窄，微缝式的一个听筒。我们实际来听一下。Doesn't work no more, but tells a lot of stories about youth. Drinks more lately, ain't got pills in many different colors too. Morning light is showing, she moves the chair to look out at her view. But a shop was built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and it stands where the sunrise used to be. In the afternoons on the couch to read, goes through old pictures and memories. OK， 简单总结，其实前一段时间在发布 X Note 的时候，我感觉它的 X80 系列该怎么做呢？我还有一点小疑问啊，因为那个 Note 那台机器已经拉的是非常的顶，非常的满了，也是基于骁龙8的平台。但是看完了这台 X80 啊 ，vivo 用实际行动告诉你谁才是这个品牌真正的老大啊！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还给了你双平台，几乎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了。大家别着急啊，这期骁龙8啊，应该是在5月份啊，因为
天玑的那个可能调教的时间稍微长一些，会为大家带来基于天玑平台的一个非常详细的测评。这台机在影像方面的延续提升呢，其实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因为之前啊上一代就非常顶了嘛。我们之前说苹果、三星、华为是吧，在影像方面非常厉害 ，vivo 啊也是妥妥的第一梯队了，甚至在很多地方是比其他家做的还要好的。应该说是从 X70这一代开始啊，这个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了。那么这台 X80 Pro 就是把这个观念啊给大家做实。另外一个我意料之外的改变就是对于性能释放上啊，这次是玩得更开了。就是上一代呢明显是偏向于影像的，这一代的调节信息是更足了，在游戏方面呢也就放得更开。在顶级大旗舰里边呢也算是很水桶的机型了。当然啊，我现在还不知道它的价格，但是基于 X Fold 啊这个蓝厂的定价，我对它的价格信心还是比较足的啊。当然不希望被打脸，这时候估计你已经知道了啊。OK， 至此蓝厂在手机这个品类上啊，大屏的、小屏的、超大屏的，偏向于游戏的，偏向于拍照的，还有偏向于商务的，大的框架已经搭出来了啊。进一步的软件细节优化，提升总体体验，应该就是 vivo 下一步着重要干的事儿了啊。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更多的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哇，这台机器感觉就是个相机了，很接近了。